标普500，那个全球股市的大盘指标，就像坐电梯断了缆绳一样，直接跌破了传说中的关键支撑位6725点。你可能觉得6725只是一个数字，但在华尔街那些量化模型眼里，这是最后一道马奇诺防线。跌破这里，就等于告诉所有的演算法程式，情况不对，快跑。更要命的是，连科技股的心脏纳斯达克指数也跟着一起失守了50日均线。这一下，整个市场都炸了。昨天还是AI黄金时代，今天就变成AI黄昏。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看错方向了呢？当大家都在盯着舞台上最闪亮的 AI 叙事时，却没发现舞台底下配电室的总电源已经被人悄悄关掉了。今天我们跟着全球最大的庄家之一摩根大通 JP Morgan 的一份内部报告，像法医一样一层层解剖这次市场暴跌的真正死因。JP Morgan 的观点非常直接，别吵了，天天讨论 AI 趋势那是噪音 noise， 真正的问题是钱 money， 用华尔街的术语来说，这叫流动性紧缩 liquidity squeeze。 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个流动性到底是怎么搞垮 AI 股的一次讲明白。在 JP Morgan 的报告里，他们把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 AI 叙事称为噪音。涨的时候大家说 AI 改变世界，跌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故事讲不下去了，这就是最省事的简单逻辑。但 JP Morgan 这种百年老店，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是系统工程师的视角，他们不关心你家装修多豪华，马桶多智能，他们只关心一件事，水压够不够，也就是流动性。什么是流动性？流动性不是指你有多少资产，而是指你能多快且不亏钱的把资产换成现金。JP Morgan 的分析师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，在美股跳水前，整个华尔街这个全球最大的金融系统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缺水。那些体量最庞大的机构突然发现借不到钱了。要搞懂这个问题，必须认识华尔街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心脏——回购市场 Repo Market。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资金调度站，这个市场每天的交易规模是1兆美元级别的。来这里调度资金的主要是杠杆基金 Leveraged Funds， 像是对冲基金、量化基金。他们的生存模式就是以小博大，用1块钱本金撬动100块的生意。那他们哪来这么多钱？就是来这个调度站。他们把手里最值钱的家当，通常是美国国债，抵押给银行或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Funds， 借出大量现金，约定明天就旋。这就是隔夜回购。这意味着华尔街其实是对流动性成瘾的。他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调度站续借资金，再去进行各种高难度操作，比如基差交易 basis trade。 这是一种套利游戏，利用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极微小的价差，透过上千倍的杠杆把利润放大。但这个游戏有个天大的前提，这个超级调度站必须永远开门，永远有钱借。如果有一天调度站说没钱了，或者利息突然暴涨，那杠杆玩家就死定了。JP Morgan 是怎么发现调度站出事的？他们看的是最诚实的指标，利率。回购市场里有2个关键指标。SOFR 担保隔夜融资利率，这是调度站里真实的借钱利息，是杠杆基金要付的代价。IORB 准备金余额利率，这是联准会 Fed 付给银行存款的利息，是无风险的保底收益。正常情况下，银行把钱借给高风险的杠杆基金 SOFR， 利息当然要比存在联准会 IORB 稍微高一点点，这叫风险溢价。这2个利率通常会贴得很近。但就在美股跳水前， JP Morgan 发现了一个一级警报， SOFR 这个借钱利息突然飙升，远远甩开了 IORB。 这什么意思？这代表市场里的现金突然变得极度稀缺，杠杆基金为了借到钱，
已经饥不择食，愿意支付比无风险利率高出离谱的代价。JP Morgan 报告直言，私营部门回购利率 SOFR 升至超额准备金利率 IORB 之上，表明准备金竞争激烈。这就是流动性危机的明确讯号。那钱到底被谁抽走了？ JP Morgan 锁定了3个在幕后疯狂抽水的超级抽水机。1. 美国财政部 TGA 账户。还记得前阵子美国政府差点关门的闹剧吗？2党吵完架，国债上限解决后，财政部开始报复性发债，短短几个月内发行了上万亿美元的短期国债 T-bills。 谁买了这些国债？正是回购市场里的大金主，货币市场基金。因为国债利息高又安全，货币基金把钱从回购市场抽走，转去买国债。调度战里最大的水龙头就这样被美国政府截断了。2. 联准会 Fed 量化紧缩 QT。 联准会正在执行缩表，不再把到期的国债资金投回市场，这笔钱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这像是一个黑洞，每个月持续从市场抽走几百亿流动性。3. 季度末效应。每到季度末，银行为了美化财报，让资产负债表看起来风险更低，会暂时收紧放贷，减少杠杆，这导致资金调度战的供给端集体缩手。这3股力量在10月底完美共振，形成了一个完美风暴。市场的总水位急剧下降， SOFR 利率当然爆表。现在我们可以还原案发现场了，凶手不是 AI 泡沫，而是流动性危机。想象一下，一位名叫琛哥的杠杆基金经理，在凌晨3点的纽约办公室，看着 SOFR 利率飙升到 10% 甚至更高，他的资金调度站断供了，银行通知他必须在开盘前补足100亿现金，否则强制平仓。琛哥借不到钱，只能选择割肉变现。看看他手里的资产，基差交易合约，场外交易根本卖不掉。阿根廷垃圾债，流动性极差，卖了血本无归。AI 科技股，辉达、微软、Google， 流动性最好，而且之前涨得多，现在卖还有获利。如果你是琛哥，你会卖哪个？你只能卖 AI 股，因为它是市场上最好的提款机。